有缘人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实在的话题：财运与人生智慧。说到钱，这辈子我们都在为它忙，年轻时拼命赚，为家庭、为孩子操心，到这个年纪，问题又来了，钱够不够花？怎么管？怎么花？我们还能不能发财？有人说，60岁以后的财运是命里注定的，该有的就有，该没有的也强求不来。我不完全同意，因为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我们的福报和智慧决定的。有福气的人，不管年纪多大，都不缺钱花；没有智慧的人，就算银行存款再多，也可能活得不安心。有些人60岁后还能财运亨通，日子越过越顺；有些人却一直为钱发愁，甚至被人骗光积蓄，老来穷困。这其中的区别就是财富智慧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讲发财秘诀，也不谈股票投资，我们要聊的是60岁以后如何用对心态，让我们的财运长长久久，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，越来越富足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财运的本质，看看我们这个年纪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钱这回事。有缘人，刚才我们说了，60岁以后的财运并不是单纯的命中注定，而是和我们的福报与习惯息息相关。那么什么是福报？什么又是习惯？这两者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财运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问题。一、福报决定你的财运深浅。我们这一辈子赚过钱，花过钱，也见过很多人从富贵变贫穷，或者从清贫变富裕。有人努力一辈子，钱还是存不住；有人看似随随便便，日子却过得安稳顺遂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福报的不同。福报不是迷信，而是我们过去的行为累积起来的无形资产。我们这一生做过的好事，助人的心意，待人的态度，都在悄悄影响我们的命运。而财富正是这份福报的一种体现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一些乐于助人、心地善良的人，晚年通常不缺钱花，哪怕他们没有太多存款，子女孝顺，朋友愿意帮忙，甚至贵人相助，让他们日子过得安稳。而一些年轻时斤斤计较、爱占便宜、对人冷漠的人，到老了往往孤苦无依，甚至钱财散尽，最后落得一场空。所以想要60岁后还有财运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懂得积福。福报够，财运自然长久；福报不够，钱财再多也守不住。那么怎么积福呢？很简单，几个原则。一、与人为善，财运才会来。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回报，而是让自己福气更深厚。二、心存感恩，财气自然长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财运会越来越稳定，因为感恩的人不会轻易挥霍福报。三、守住口德，留住财德。不要随便咒人倒霉，不要说刻薄话，因为财运和福报都会从我们的言行之中流失。二、习惯决定你能不能留住财富。有了福报还不够，因为财运不只是赚钱的能力，
还包括守财和用财的智慧。这就跟我们的习惯息息相关了。有的人年轻时存了一笔钱，60岁后还能过得舒舒服服；有的人赚得比谁都多，但晚年却穷困潦倒。这不只是命运的问题，而是习惯的不同。我们这个年纪要牢牢记住一个原则：习惯决定财运，坏习惯会让财富流失。那么，哪些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财运呢？一、赚快钱的心态会毁了你的财运。60岁以后，最怕的就是还想着一夜致富。有些人被高利息骗局吸引，把退休金投入不明投资，最后血本无归。记住，真正的财富是稳定的，而不是投机的。二、爱面子的习惯会让钱越花越少。有些人退休后还喜欢摆阔气，请客吃饭，买高档奢侈品，逞强借钱给不该借的人，最后搞得自己囊中羞涩。60岁后要学会低调享福，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。三、缺乏计划的生活方式会让财富悄悄流失。很多人退休后没有理财观念，想到哪花到哪，结果钱用得比想象中快。60岁后花钱一定要有规划，比如分配生活费、养老金、应急金，才能让钱用得长久。四、不断帮扶不懂感恩的人，只会让你福报流失。这点很现实，帮人是好事，但60岁后应该把帮助留给真正值得的人。太多长辈辛辛苦苦省钱，最后却因为子女挥霍无度被榨干退休金。记住，帮助应该是适当的，而不是无底洞。三、60岁以后，财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60岁以后，财运不是靠等，而是靠经营。经营什么？经营自己的福报，改变自己的习惯，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增长，而不是流失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些道理，那么不管我们现在有多少存款，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稳。因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里的数字，而是我们的福气、智慧和过好日子的能力。有缘人，刚才我们讲了财运的本质，说到福报和习惯对我们的影响。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谈谈60岁以后应该怎么管理我们的财富，才能让自己晚年过得安稳自在，不为金钱所困。很多人以为60岁之后财务问题就不需要再管了，反正已经退休了，花多少怎么花随心所欲。但事实上，这个年纪正是财富管理的关键时期，因为一旦处理不好，晚年生活就容易出问题。那么60岁以后应该怎么理财呢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3个核心原则：存、省、生，也就是存住钱，省着花，让钱生钱。只要做好这3点，我们的晚年财富就不会有太大问题。一、存。60岁后最重要的就是存住安全金。60岁以后最怕的不是没钱，而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你没了钱。这个年纪意外开支比我们年轻时还要多，比如医疗费用、家人支援、突发状况等。所以
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自己准备安全金。什么是安全金？就是无论发生什么状况，你都能安心度过的那笔钱。这笔钱最好能支撑至少3到5年的生活费，而且一定要存放在自己可以掌控的地方，不能乱投资，也不能借给别人。安全金的存放方式，我建议大家：1. 50%放在银行，作为随时可以动用的现金存款。2. 30%放在稳定的理财产品，比如定存、国债，确保能有固定利息收入。3. 20%放在自己掌控的资产，比如房产、保险，确保有稳定的增值空间。这样配置，既能确保有现金流，又能让财富保持稳定，避免受市场波动影响。2. 省60岁后，花钱要精打细算。有人说，省钱不就是节俭吗？但我要强调的是，60岁以后的省钱，不是让自己苦哈哈过日子，而是要聪明花钱，把钱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年轻时吃过苦，现在辛苦了一辈子，该享福的时候，当然不能太亏待自己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退休后反而乱花钱，导致晚年生活陷入困境。所以我们要学会4不花原则。1. 不花面子钱。有些人爱请客，爱摆阔，退休后还要跟朋友比谁的生活更体面。其实过得舒心才是最重要的，没必要花钱去维持面子。2. 不花不必要的孝顺钱。这句话可能让一些人听了不舒服，但我得提醒大家，真正孝顺的子女不会让父母把自己逼到没钱过日子。所以帮助子女要适可而止，不要让自己的养老钱变成他们的提款机。3. 不花没必要的养生钱。有些长辈动不动就买昂贵的保健品、养生仪器，但其实最好的养生是均衡饮食加运动加心情好，而不是花大钱去买那些没用的东西。4. 不花不理性的投资钱。60岁后，别再听信那些所谓的高回报投资，尤其是一些不透明的金融产品、房地产炒作、快速致富计划，这些都是陷阱，一旦陷进去，可能连老本都没了。省钱不是抠门，而是要让自己的钱花得有价值，这样才能让财富长久。3. 生60岁后，让钱为你工作，而不是你为钱担忧。很多人退休后，觉得钱就是拿来花的，根本不想理财。但其实60岁后，让钱活起来，才是让财富延续的关键。那么，我们这个年纪，怎么样让钱帮我们赚钱？我建议大家考虑以下几种方法。1. 稳定收益型投资。选择风险低、收益稳定的投资，例如国债、银行定存、保本型理财产品，确保每年有稳定的被动收入。2. 收租型资产。如果手上有多余的房产，可以考虑出租，而不是闲置不管，这样可以增加固定收入来源。3. 小本生意。有些长辈退休后，选择经营小型投资，例如开个小店、摆个摊，这不但能增加收入，还能让生活更有乐趣。4. 参与稳定型合作投资。如果身边有可靠的朋友，
从事稳定的生意，可以考虑以小额资金参与，但一定要了解风险，不要贸然投资。记住，60岁后的投资，最重要的是保本，而不是暴利。这个年纪，我们要的不是一夜致富，而是财富的长久稳定。60岁后的理财，最重要的是安心。钱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够用，不担心，不受骗，这才是最幸福的状态。我们这个年纪，财富的价值不再是累积，而是管理。只要我们学会存住钱，聪明花，让钱生钱，就能让自己过上无忧的晚年生活。记住，晚年的财富不只是银行里的存款，而是我们的选择、智慧，还有我们的心态。希望大家都能在60岁后拥有真正的财务自由，过上安心快乐的生活。下面我想再强调一个更重要的观念，财富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有多少，而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它。钱是一种工具，不是人生的目的。60岁以后，财富的意义已经不再是累积，而是为了让我们过得安心、自在、无忧。如果心态错了，钱再多也可能带来烦恼；如果心态对了，适当的财富就能让我们拥有快乐的人生。那么，60岁以后，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财富心态呢？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3个关键观念：钱够用就好，财富不是炫耀的工具，学会放下财务焦虑。只要掌握这3个心态，我们的晚年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。1. 钱够用就好，不要被贪念困住。很多人觉得有钱就能安心，没钱就会焦虑，所以到了60岁，还是拼命想赚更多，存更多，生怕自己老了以后钱不够用。但问题是，钱永远不可能让人完全安心，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。有些人拥有几千万，还是觉得不够，怕自己哪天生病，怕子女有困难，怕市场变动导致资产缩水。这种过度的担忧，其实已经偏离了财富的本质，它应该是我们的保障，而不是我们的枷锁。那么，如何让自己在财富上感到踏实呢？关键就是设定足够的标准，然后学会知足。1. 够用的定义是什么？每个人的需求不同，但基本的标准是，退休后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费，加上医疗保险和必要的应急资金，就已经足够了。2. 学会放弃过度累积财富的欲望，因为那会让我们无止境的焦虑，反而无法真正享受人生。3. 财富的意义不在于数字，而在于它能带给我们的生活品质。如果拥有再多财富却不敢花，不敢享受，那么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任何意义。60岁后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赚多少，而是怎么让自己过得舒服、安心。2. 财富不是炫耀的工具，而是生活的保障。有些人退休后依然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，爱告诉别人自己有多少存款，住多大的房子，开什么车。但说实话，到了60岁，我们应该更清楚，真正的富有不是表面的风光，而是内心的踏实。1. 过度炫耀财富，反而容易带来麻烦。有钱不是坏事，
但如果常常向别人炫耀财富，很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例如：1. 让亲朋好友对你产生借钱的期待，甚至因为拒绝而影响感情。2. 让子女依赖你的财富，而不愿意努力奋斗。3. 让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肥羊，被骗子盯上。2. 低调过日子，才能真正享受财富。真正的有钱人，往往不是炫耀财富的人，而是懂得静静享受生活的人。低调的财富管理，让我们能够在自己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地度过晚年，而不用担心外界的打扰。3. 幸福不在于钱，而在于如何使用财富。钱应该用来提升生活品质，而不是用来向别人证明自己。如果我们用钱去换取更健康的身体、更温暖的家庭、更自在的心境，那么这笔钱才真正发挥了价值。所以60岁以后，与其花时间跟别人比较，不如花时间让自己活得开心自在。3. 学会放下财务焦虑，享受人生。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担心钱，年轻时怕赚不够，退休后又怕存得不够，到了老年还是每天盘算着如何让钱变多。但说实话，人这一生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财富的数字，而是来自内心的安定感。1. 别让自己成为守财奴。我们这一辈人年轻时节俭惯了，所以有些人到了老年还是舍不得花钱，甚至把自己活得苦哈哈。但你想想，辛苦一辈子，最后却没享受到财富的好处，这样的生活真的值得吗？钱本来就是拿来用的，只要不是浪费，适当的让自己过得舒服，是对自己的一种回馈。2. 放下对财富的执念，享受当下。60岁后，应该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，比如：1. 和家人相处，多创造美好回忆，而不是每天计算银行存款的利息。2. 保持健康的身心，参加自己喜欢的活动，而不是一直担心未来的财务问题。3. 过简单但快乐的生活，不让金钱成为压力，而是让它成为帮助我们享受人生的工具。3. 财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财富管好，而不是管死。60岁后，真正的理财智慧不是让钱不动，而是让它帮助我们活得更安心、更快乐。我们要学会适当花钱，合理管理，才能真正实现财富的价值。有缘人60岁后的财富心态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钱够用就好，不要被它控制。1. 存该存的，花该花的，让财富成为我们的保障，而不是我们的束缚。2. 低调过日子，不必炫耀财富，真正的富足来自内心的平静。3. 放下对金钱的焦虑，享受当下，让自己活得轻松自在。希望我们都能在60岁后拥有正确的财富心态，不再为钱烦恼，而是用智慧去管理它，让自己过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。今天我们谈了许多关于财富的话题，从财运的本质、理财智慧，到60岁后的财富心态。其实，这些内容最终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：人生下半场活得富贵，不只是钱的问题，而是心态的问题。
回顾我们走过的路，年轻时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努力打拼，省吃俭用，想着如何累积财富，让日子过得更好。但到了60岁以后，真正影响我们生活品质的，已经不是银行里的存款数字，而是我们的心态是否开阔，是否懂得享受当下，是否能让自己活得轻松自在。钱不是负担，而是工具，我们要让它为我们的生活服务，而不是被它绑住。财富不是比较，而是安心，我们要用它换来安稳的生活，而不是无止境的焦虑。幸福不是数字，而是感受，我们要用财富带来快乐，而不是让它成为压力。所以，朋友们，从今天起，调整好自己的财富心态，不要再为钱忧心忡忡，而是要懂得知足、感恩、自在。拥有正确的财富观，我们才能老得快乐，老得有尊严。最后，祝大家福气满满，财运亨通，让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活得更加幸福，更加潇洒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那句接财接福接好运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